这是被无数恐怖爱好者多次提及的电影，据说根据全球10大恐怖禁书改编而成，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1968年的万圣节这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名叫造之谷的小镇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故事的女主角斯黛拉为了寻找刺激，大半夜带着小伙伴们玩起了鬼屋探险。眼前的这座城堡始建于200多年前，后来几经辗转落到了贝洛斯家族手中。相传他们家族里有一个神秘的女孩，名叫莎拉，一直被囚禁在房间里不让出门。小镇上几乎没有人见过她的样子，但莎拉总会隔着墙壁给镇上的孩子们讲恐怖故事。然而没过多久，听过故事的孩子们全都离奇死亡，人们都以为这是来自于莎拉的诅咒，更是把她看成了女巫一样的存在。可就在警方赶来调查的前夕，莎拉竟然莫名用头发把自己吊死在了家里。更加诡异的是，莎拉死后不久，整个家族成员像是蒸发了似的一夜消失。自此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谁也不敢靠近。本以为一切都是拿来吓唬小孩子的故事，没想到黛拉竟然真的在房子里找到了一间密室。密室里蛛网丛生，破败不堪，唯有墙上的一扇窗户靠近地面，不难看出这里正是当年用来囚禁莎拉的房间。另一方面，两个男生激动地在城堡里四处乱窜，为了吓唬一下同伴，扎克突发奇想钻进了卧室的衣柜里，可他在里面待了很久，依然没有看到同伴的身影。扎克小心翼翼地推开柜门，没想到眼前的一幕彻底惊掉了他的下巴。原本破败不堪的卧室现在灯火通明，房间里还多出了一个奇怪的老妇人和一条狗。正在男孩诧异之际，老妇人竟然慢慢转头看向了他的方向，吓得扎克赶紧关闭了柜门。正在他惊魂未定之时，奇怪的是外面竟然又瞬间恢复了原貌。来不及解释太多，扎克急忙跑去楼下寻找斯黛拉两人。此时他一刻也不愿意再多待下去。Stella, let's go! Guys, you gotta see this! Come here! 两个男生看到密室也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根本不敢想象传说里的一切竟然都是真的。斯黛拉在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神秘的莎拉贝洛斯。 I can't believe it. It's your book of scary stories. 传闻这本书是用莎拉的鲜血写成，里面更是蕴藏着一股神秘的恐怖力量。扎克被吓得当即就要离开，没想到就在这时，原来是他们的死对头汤米。看几人夜探鬼屋，便偷偷跟了过来，趁他们不注意锁死了密室的入口，然后一脸嚣张地转身离去。众人都在忙着想办法怎么离开，唯有女主还沉浸在莎拉的恐怖故事之中。她被里面的故事吸引，看得如痴如醉，甚至妄想莎拉可以立即现身给她讲个故事。在他们没有察觉到的角落里，一大团黑影慢慢升腾而起。在斯黛拉的召唤下，黑影悄无声息来到了密室的门口，并帮助众人打开了房门。几个年轻人很快就为他们的无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回到家里，斯黛拉第一时间打开了这本书，迫不及待想要看完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可她很快发现，最后一页的字迹还没有完全干透，仿佛是刚刚写上去的一样。然而更加诡异的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叫汤米。汤米这边刚刚回到家里，就被母亲安排去给邻居一家送鸡蛋。就在他去仓库里取鸡蛋的同时，一团巨大的黑影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为了节省时间，他选择抄近路过去。汤米提着鸡蛋穿过干枯的玉米田，农场中央立着一个丑陋的稻草人。汤米每次看到他都会忍不住踢上两脚，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汤米喝了点酒，踉跄着一路向前，竟然在不远处又看到了一个稻草人。可他明明记得农场里只有一个，怎么会凭空又多出来一个呢？汤米根本没当回事，继续向前。但诡异的是，前面竟然又一次出现了立着稻草人的杆子，而上面的稻草人却不知去了哪里。汤米的酒劲瞬间清醒了80%，不自觉地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可没想到他刚一转头，稻草人竟然直接出现在了眼前。更加恐怖的是，下一秒，汤米看稻草人朝着自己走了过来，被吓得爬起身来，扭头就跑。不料没跑出去几步，就被一把叉子绊倒在地。眼看稻草人离自己越来越近，汤米抄起叉子冲着稻草人狠狠刺了过去。可稻草人的身体怎么会惧怕这种伤害呢？转手就给汤米来了个透心凉。汤米硬撑着继续跑向家的方向，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无数的干枯稻草不断的从体内涌出，就连四肢也慢慢变成了稻草人的模样。警方找了整整一夜都没能发现汤米的身影，只在一个稻草人身上发现了他的衣服，而这竟然与那本书中的恐怖故事一模一样。传说万圣节当晚百鬼夜行，生人回避，女孩不仅带着几个朋友夜闯鬼屋探险，还带回了一本受到诅咒的恐怖故事书。结果他的朋友很快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由一副活生生的肉体直接变成了一具干枯的稻草人。意识到都是这本书引起的祸端，斯黛拉再次回到城堡，把书放回了原处。 Here's your book back. 可万万没有想到，斯黛拉晚上回到家里，竟然又一次在卧室里发现了他的存在，仿佛是女孩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更加瘆人的是，书中的恐怖故事开启了新的篇章。
斯黛拉努力想要阻止故事的发生，可不管她撕掉了多少次，书中的恐怖故事还在继续书写。而这次的故事主角变成了她的好朋友奥吉。斯黛拉急忙拿起对讲机通知奥吉，此时奥吉正在与外出游玩的父母通电话，随后便从冰箱里取出了父母为他准备的炖肉晚餐。斯黛拉看完故事提醒他千万不要吃任何东西，可奥吉听完后压根没有当一回事，而后便把一大块肉递到了嘴里。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今天的炖肉味道特别奇怪，等他取出来一看，这竟然是一根即将腐烂的脚趾。奥吉当场被恶心的狂吐不止，紧接着家里就传来了一阵阴恻恻的声音，不断的重复着谁拿了我的脚趾。奥吉被吓得急忙躲进卧室锁死房门。几乎与此同时，走廊里出现了一具高大的恐怖干尸，正在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慢慢靠近。奥吉顺势躲到了床下，死死地盯着外面，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锁死的房门被缓缓打开，可似乎并没有进来什么东西。奥吉紧张地环顾四周，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四处查看，可没想到就在这时，等斯黛拉两人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房间里再也没有了奥吉的身影，只在床下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串长长的指甲印。斯黛拉将剩余的3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当晚都去过那栋古堡，下一个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扎克提议现在马上报警，可谁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鬼话呢？ If we can't go to the police, what do we do? Just sit and wait for our story to be written? 几人试图烧毁这本受到诅咒的故事书，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想法有多么幼稚。为了解开书中的诅咒，他们开始调查有关这座古堡以及莎拉的一切。贝洛斯家族在小镇上开办过一个造纸厂，直到事故发生后才被迫关闭。他们还发现贝洛斯家族中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书中的不同故事中出现过，似乎他们的失踪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则报道，说是莎拉的黑人女佣母女俩教会了她使用黑魔法。幸运的是，女佣的小女儿至今尚在人间，可还没等几人有所行动，书中的恐怖故事又一次开始了自行书写。 God, it's happening again. She's writing another story. 而这次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露西。此时露西正在为今晚的狂欢派对做着准备，但不知何时脸上竟然莫名冒出了一个痘痘，而且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增大。更加恐怖的是，痘痘里面似乎还有东西在不停地蠕动。突然一根黑色的毛发从里面钻了出来，女孩顿时被吓得惊声尖叫，她想要忍痛拔出这根毛发，不料她竟然自己动了起来。下一秒，数不清的蜘蛛从女孩的脸上钻了出来，很快便覆盖了她的全身。好在斯黛拉3人及时赶到，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到目瞪口呆。无数的蜘蛛已经爬满了整个卫生间。扎克急中生智找来了一桶水，这才算是驱散了露西身上的小可爱。露西侥幸躲过一劫，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可剩余的3个人依然身处危险之中，如果不能尽快破解书中的诅咒，他们随时都有被这本书写死的可能。3人千方百计找到了当年黑人女佣的女儿，现在她已经成了一个大半个身子入土的耄耋老人。但当她再次看到这本书时，依然非常激动，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莎拉的礼物。I feel so sorry for that girl sitting down there in the darkness. 老人并不承认黑魔法的存在，这本书是莎拉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唯一的光明，他们不应该去夺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后老人就神志不清说起了胡话，但他们还是从老人的女儿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莎拉当年并不是死在了城堡中，而是吊死在了医院里。 Supposed to have records. Records of Sarah. Then what are we still doing here? Let's go. 这位3人接下来的调查指明了方向，可没想到他们刚刚来到医院，就又一次发生了意外。斯黛拉和雷蒙偷偷潜入医院档案室，留下扎克在外面守门。他们很快找到了莎拉的病历资料，一桩陈年旧事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原来莎拉患有严重的白化病，在当年被人们看作如同怪物一样的存在，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被锁进了地下室。小镇上孩子们的死更是与莎拉无关，而是因为贝洛斯家族造纸厂排放的污水中含有水银。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混淆视听，他们利用各种酷刑折磨莎拉，逼迫她给孩子们讲鬼故事，这才有了后来那些恐怖的传说。 No, it was the mercury from the mill. You poisoned the water. She didn't do it. It was her family. 然而不成想，就在这时，留声机里的声音突然换了一副语气，同时书中又一次出现了新的故事。留在外面看守的查克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周围的一切瞬间变成了一片血红色。查克知道这次轮到了自己，他拼命奔跑，大声叫喊，可四周始终死一般的寂静，看不到任何人，也听不到一丁点响动。很快走廊尽头传来了异响，只见一个穿着薄纱的曼妙女子正在朝着他慢慢靠近。扎克看到后被吓得转身就跑，可不论跑向哪个方向，总会出现在怪物面前。他的心里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能任由怪物把他抱进了怀里，随后与怪物的身体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斯黛拉和雷蒙因为擅闯档案室被带到了警局，可警长根本不相信他们口中的天方夜谭，恐怖故事书能让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简直是警长从出生以来听过最大的一个笑话，甚至怀疑他们与汤米的失踪案有关。两人被暂时羁押在了拘留室，警长闲来无事翻看故事书，却发现里面竟然凭空多出来一个新的故事，而且笔记还没有彻底干透。 Who came up with all this sick stuff? Is this you, Stella? 就在这时，一声炸雷响起，警局里随即失去了照明，警犬也死死地盯着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斯黛拉两人立马警觉了起来，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Just tell me which name is in the book. Ramon. 下一秒，一颗头颅滚到了警长脚下，警长被吓得举枪便射，可接连开了几枪都没能伤其分毫。你才don't walk. 紧接着，无数的残肢断臂从天而降，然后自动组合在一起，拼凑出一只丑陋的怪物。还没等警长来得及有所反应，下一秒就被怪物扭断了脖子。怪物冲进拘留室，朝着雷蒙走了过去，随后手脚并用攀附在铁笼上面，挤破脑袋想要进去解决掉雷蒙。好在关键时刻，斯黛拉从尸体上拿到了钥匙，就在怪物钻进笼子的前一秒，带着雷蒙逃了出去。接下来他们兵分两路，雷蒙开上警车负责引开怪物，而斯黛拉立即前往古堡寻找解决的办法。怪物紧随其后冲出了警局，跟着警车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他手脚并用，速度极快，还没开出去多远就跳上了警车，拼尽全身的力气想要砸碎玻璃。雷蒙一个紧急刹车，把怪物挂在了车头，随后猛地调转方向，朝着大货车撞了过去。斯黛拉冲进古堡，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莎拉。他知道莎拉是被冤枉致死，也愿意帮助他洗脱背负了100多年的骂名，只希望莎拉可以就此停止继续杀戮。话刚说完，古堡中立马变了一幅景象，斯黛拉瞬间穿越回到了当年的场景，而他自己则化身成了传说中的莎拉，亲身体验到了莎拉当年的悲惨遭遇，最后被自己的家人无情地关进了密室之中。而这里正是斯黛拉发现故事书的那个房间。与此同时，雷蒙也跑进了这座城堡，不过奇怪的是，两人根本不在一个空间。雷蒙可以清晰地听到斯黛拉的哭喊声，可眼前依然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怪物紧随其后跟到了这里，雷蒙只能在各个房间之中来回穿梭，躲避怪物的攻击。镜头再次回到斯黛拉这边，莎拉的灵魂很快出现在她的面前，说她专门留了一个故事要讲给斯黛拉听。冥冥之中，斯黛拉仿佛听到了雷蒙的心声，鼓励她勇敢地说出当年的真相。眼看莎拉的鬼魂离她越来越近， No. It's time that you hear a story, Sarah. You were a victim. Now you turned into a monster. 斯黛拉设身处地站在莎拉的角度，把她曾经遭遇的不公与凌辱一一道来。但那都是贝洛斯家族当年犯下的错，她不应该把这股愤恨转移到自己的朋友身上。同时，斯黛拉还向她保证，一定会把当年的真相公之于众，让所有人了解莎拉当年遭受的冤屈，还她一个清白之身。莎拉听后都不禁为之动容，她当即拿出一支笔递给斯黛拉，让她蘸着自己的血液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Sarah Bellows was innocent. Their greed. I'll tell your story. 莎拉听完后决定放下心中的执念，在一声不甘的嘶吼中消散离去。与此同时，雷蒙身边的怪物也随之散架，周围的一切又都恢复了他最初该有的模样。回到现实的斯黛拉信守承诺，将莎拉的真实遭遇写成故事公之于众。尽管有很多人不相信她的真实性，但至少她为小镇的故事丰富了更多的情节。至于这其中的对与错，只能留给后人自己揣摩了。在黑暗中讲述的恐怖故事正片到此结束。